租量算了，反正能开到结界口就行呗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随便乱说，万一让里边的人给听见了，等会儿觉得我们不懂，存心坑咱们。那怎么办啊？你来。哼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是这带轮子的东西，我都懂。嗯，看我的。 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租车要去大公司，这种小门面怎么能够满足我呢？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这边400一天，外面300一天，不租算了啊。 280一天，不行。他说不行。我来。你好，我看您那儿车呢，都有点又老又旧的。还有这里都有点划坏了。最主要的是颜色，这些颜色都有点沉闷、老旧、压抑。我觉得坐进去以后，心情都会变得不好的，是吧？小姐，这边请。 小姐，你是真的懂车，说的句句在理，比刚刚那男的强太多。现在这男的是越来越不行了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多少钱啊？1天800。800啊！哎呀，租吧，800不是也不贵吗？你看看他的款式，你看看他的样子，就算北洛坐进去，都年轻10岁不止。 哎呀，你说咱们赚钱干嘛的？不就是要花吗？租吧。租什么呀？啊，北洛，你快管管他吧，他都已经疯了都。小姑娘，我看外面那辆越野车保险就要过期了。 再说你们现在是淡季，生意不太好做。这样，一口价，800一周，有问题吗？北洛，还是你靠谱，这辆才有性价比。要是我们2个，纯2个大冤种。你说你自己把我捎上干什么？咱们2个半斤对8两，你就承认吧。其实也没有什么。 我年纪比你们大，知道的多一点很正常。哎，北洛，正好，你给我们讲讲临风街呗，那儿的人好相处吗？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些。这次去临风街，我们还有一个任务。任务？什么意思？咱们不是去找芦花鼓楼吗？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要找到芦花鼓楼，必须要在临风街的踏风族人手里找到一名领路人。领路人？这些都是什么呀？ 踏风族是生活在临风街的一个古老民族，他们全族都是祭神人，世代保护芦花鼓楼。如果没有他们的领路人给我们指引，任凭我们谁都不可能找到芦花鼓楼的确切位置。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找一个向导？不过那不是也挺简单的吗？反正踏风族有那么多人，哎，咱们可得找个最靠谱的。这个领路人啊，不能只从字面上去理解。那要怎么理解？ 芦花鼓楼显形的位置是在临风街附近的一座森林里。为了保护鼓楼不被世人侵扰，所以踏风族的祖先在这座森林里施加了一种障眼法术，不让人看见鼓楼。而这个法术又和踏风族的人血脉结契，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通过咒语来解除这道法术。而这个被选中的人就叫做领路人。你不会想说这个领路人很难找吧？不是难找。 是非常难找，每一代可能只有1个，最多不超过2个。而知道领路人真正身份的，整个踏风族除了领路人自己以外，只有他们的族长知道。而族长通常会是临风街的镇魂将。这距离芦花鼓楼出现只剩10多天了，够我们找到领路人吗？要我说，
他们为了保护芦花鼓楼，是不会轻易将领路人交出来的。哎呀，我是觉得凡事没有绝对嘛，我相信我们肯定能找到领路人的。你有计划？没有。没有，你说那么笃定？你想啊，当年你妈妈能够进入芦花鼓楼，就说明她当时是有领路人的。踏风族的人愿意给她领路，那现在没有道理不愿意给她儿子领路啊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找到10年前那位领路人的话，我们就能进鼓楼。走，直奔凌风街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怎么加速也不说一声？是啊，急也没有用。我们去凌风街之前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。还有个地方，哪儿啊？来，前面左拐。得嘞。就是这里。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？凌风街的结界在一座山顶上，所以要买些登山装备，爬上去。爬上去？你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欢迎光临，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想买一些登山装备。啊，好，这边请。看什么呢？噔噔，这个是网红款，最近大家露营拍照都用它，我们也买吧，我也想发。发什么？小蓝书。小蓝书是什么？你连小蓝书都不知道，你真的太土了。夏夏子的职场穿搭。你一个失业人员哪儿来的什么职场啊？哎呀，我是前不久刚失业的好不好？只是暂时离开了职场，不妨碍我在网上维持人设啊。你这是在骗人！我怎么是在骗人了？我就是在分享我喜欢的穿搭啊！而且我 P 图找滤镜都花好几个小时呢。哦，是，你不修几个小时都修不出这种改头换面的效果。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改头换面。1、2、3，好看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删了！想删掉呢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把灯买了。哦，夏玲，你现在还学会讲条件了是吧？没错。你不要逼我。阎王炮，我躲。鸡要安魂，啊，全躲过，不像我。冥王破军印，躲。少侠好武功啊！呸！别招，困龙活捉。别玩了，东西都买好了。夏玲，你要的灯。你把这个灯买给我了，你果真比曹彦斌好多了。贝若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惯他吧？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找地方住店。走了。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睡觉没关空调啊？你现在才开了半个小时，你就在这儿打瞌睡？喏，谢谢你送我的小灯。你们女孩到了这个年纪，应该都喜欢拍照。行，让我陪你说话，一直说。谢谢你啊，好心人。哎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喜欢实力强的，打起架来不拖后腿的。一窍不通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我希望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并且要做什么，为此愿意对抗一切。你别说，我觉得你还挺合适的。哎，但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，你千万别多想。曹彦斌。
怎么回事？还好系了安全带。你爸爸以前是镇魂将。我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就会幻想，想他以前每一次匆匆离开，都是去寒仙街保护那些邻人。那，你怪他吗？我当然怪他，但只是他离开的那一瞬间而已。因为我知道，从下一刻，我就会开始想他，很想很想，直到再见面为止。过了好几日了，曹彦斌他们到哪儿了？正在前往凌风街的路上。离鼓楼越来越近，很好。首领，我只担心一件事。何事？领路人。眼下距离鼓楼出现只有10几天，万一曹彦斌他们找不到领路人，您的计划恐怕……凌风街的镇魂将叫颜灵玉是吗？是。此人虽然不好打交道，但只要是人，都有软肋。您的意思是？听说凌风街向来不太平，踏风族人不时会遭到劫掠。这是一个名叫石火王的山匪所为。此人所属的石火族和踏风族有世仇，会时不时的找凌风街的麻烦。石火王的守护元神是个叫沙罗曼达的魔武星。踏风族天生元神力微弱，这石火王势必是颜灵玉的一块心病。你设法让石火王去袭击凌风街，曹彦斌几人定会出手相帮。若曹彦斌帮颜灵玉除掉这块心病，他肯定非常感激。到时候提什么要求就都好说了。明白。这颗棋，我一定用好的。这趟出门所带的赤玉全被排出了高价，比去年翻了1倍还多。等回到凌风街，将军一定会……石火王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只不过是过来遛遛我的狗而已。沙罗曼达！
行了，把你请到我这里来做客，不介意吧？你把其他人怎么样了？放心，就那些废物，我都懒得带回来，不像你，很是有用。听说你们灵峰街有一种神药赤玉，服下后能让人体内的元神力大增，有这回事吗？什么赤玉？我不知道。你最好想好了再回答我。众所周知，整个灵峰街严灵玉最信任的人就是你，你肯定知道赤玉的制作方法，告诉我。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说的。赤玉只能属于踏风族。哼！你想要做的事，何须这么费劲？谁在外面？不想活了？装神弄鬼，哼！原来是个美人啊！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这么快就把你杀了的。戴着面具干嘛呀？我来帮你摘下来。可惜了，魔五行沙罗曼达的主人是个废物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沙罗曼达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为什么来找你才重要。你空有一个沙罗曼达，却没有元神力召唤它，每次召唤不过一刹那便烟消云散。你知道吗？比没有力量更可耻的是你配不上你的力量。你费尽心思想要赤玉，无非是想获得它的力量，而这一份力量我也可以给你，比赤玉带给你的更强大，更持久。这是玄黄丹，传说中能让祭神人释放体内守护元神的力量，掌控守护元神的玄黄丹。世上还有别的玄黄丹吗？拿别人东西之前，总该先问问自己能为别人做点什么吧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说。领路人，你是要进芦花鼓楼？我要做的事情，你最好不要知道。玄黄丹，一枚管一时，2枚才永久。你可以先得1枚，事成之后再得另外1枚。成就。这次梅长老十有8九是出事儿了。按照约定，昨日应该回来，这到今日还没有消息。梅长老经常走这条路，熟悉得很啊。等将军回来，看将军如何定夺。哎，这件事儿只有将军拿主意了。是，真是不好办呢。2位长老，今日可有事要议？
如果梅长老还不回来，肯定会对我们生意有所影响。诸位长老，今日可有事要议？我刚拿到消息，千真万确呀。是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将军到！将军。相信诸位已经知晓，梅长老出寨越狱，本来最迟应该昨日归来，可是至今没有任何音讯。梅长老德高望重，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此事不可小视。朗达，在。你亲自带人去寻，今日之内必须找到梅长老的下落。属下遵命。母亲，这里是议事堂，没有母亲，只有将军。将军，什么事？说吧。我也想去找梅长老。不准。为什么不准？如果你去的话，你希望朗达到底是保护你，还是保护梅长老呢？将军，请相信我，我一定找到梅长老，为您分忧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不准。我是临风街的少将军，我应当去，也一定要去。若我有什么闪失，与他人无关，恳请将军准许。那我来问你，如果你落在了敌人的手中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定当拼死相搏，以护踏风族尊严。你连自己的守护元神都召唤不出来，怎么去维护我们踏风族的尊严？要哭出去哭。脚长在我自己身上，不管将军允不允许，我都会去寻找梅长老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不好了，圣王打怪了，已经进入灵风街了。坏了！那失火王异常的凶悍勇猛啊！是啊，失火王向来都在周边抢夺，这怎么就打进来了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！行了，大家住嘴！外面的猎人怎么样？他们见到吓得不敢出门，可是不知道失火王到底会不会伤害他们。传我命令，立刻击鼓，准备出战。是。颜灵月，好久不见。搞这么多人欢迎我，太客气了。祁隆，你我两族之间的恩怨，早在你们食火族灭族之时便已了结。我看在你是食火族最后一名幸存者的份上，平日里对你在灵风街周边劫掠作乱的恶行极尽忍耐。今日，你竟敢跑到我灵风街来作乱！简直就是自寻死路！哼，我自寻死路？你放什么狗屁！该死的人是你，是你们踏风族，凭什么我的族人就死于恶灵之手，你们却活着？这不合理呀！镇魂街是属于强者的，而你们早就该死了。就你的沙罗曼达，连片刻都撑不住，你还好意思在那儿跟我叫嚣？你当真以为我怕你不成？颜灵月，
你能这么嚣张，不就是因为你手里的赤玉吗？好心提醒你，前几日我偶然得到了一枚玄黄丹，服下后早就心飞西北。我的沙罗曼达现在任由我驱使召唤，干掉你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。石虎王不许乱来！小子，回去告诉他，你们的梅长老在我的手上。明天天黑之前，要是不把领路人给我带过来，我就先杀了梅长老，再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杀死。听清楚了吗？哎呀，踏风族严将军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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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母亲，传我命令，敲警钟。给我拿过来。将军，将军，母亲，你不会是又喝了赤玉吧？怎么那么长时间？陷阱和机关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不要命了！梅长老同我讲过，这种颜色更深的赤玉功效强，但毒性也大。族人平时所服用的赤玉都经过稀释，只当它是灵药。但我知道，它在成为灵药之前，首先是毒药。你常年服用赤玉，体内早就已经积攒了不少毒素，怎么还能……行了，别再说了。大敌当前，只要能够有助抵抗敌人，就算是毒药，该用也一定得用。我们踏风族生来元神力就很弱，也正是靠赤玉，才有了抵抗恶灵的力量。如今，也只能继续靠它才能渡过难关。谁说一定要靠赤玉？陷阱机关我都已经布置好了，等明天一抓到石火王，我就亲自打败他给你看。打？你靠什么打？你连自己的守护元神都召唤不出来，你拿什么去打？我每天都在刻苦练功，体术早已远胜族内大部分男子。自不量力！我们镇魂界靠的是元神力，石火王的守护元神沙罗曼达，那是世间少有的魔物型。你企图要用肉搏取胜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我打都还没打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行？万一我可以？荒唐！战场上怎能容你有侥幸心理？你立刻给我打消这种想法，想都别想！母亲，
母亲。你们看，灵峰山的结界就在山顶上。一会儿这样，我打头阵，夏琳你在中间，曹彦明殿后。嗯。曹彦兵，曹彦兵啊！我说一会儿你殿后，有问题吗？啊，没问题。哎，但是就是那个。我看这附近的风景也挺好的，要不咱们先在这儿吃点东西再上楼，再上去。我看不必了吧，吃饱了和看风景应该都治不了恐高。恐高？嗯，你说我呀？嗯，哈，这高我是不可能恐的。你看哪次我出去不是找个最高的地方就站上去了？不是吗？嗯。其实这个山呢，看着高，爬起来也没多高。一会儿啊，你就跟着我，调整好步伐，调整好呼吸，我们很快就到山顶了。走，拿装备，准备出发。快点！这叫没有多高吗，北洛？这明明就……曹彦兵，你还没爬完呢，赶快收拾东西吧。飞洛，你说的这个结界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就是这儿，穿过那块石头就是灵峰街了。哦，走吧。哎，别着急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块石头每次只能过一个人，一次只能过一个人，这是什么奇怪的规定？这么奇怪的规定你都知道，看来北洛跟这林峰街关系不浅啊。还好吧，我只是在那儿认识个朋友。还好是有多好？什么关系？男的女的？不回答还逃跑，他肯定有问题啊！行了，别八卦了，走吧。从山出来还是山，跟我们以前去过的镇魂街不一样。这座山叫灵峰山，我们现在已经地处灵峰街的地界了。你们看，不是吧？刚刚我们看的寨子，怎么说也有大几百户呢，可这寨门又旧又破，灵峰街的人过得这么穷啊？不是穷，是弱。这里地处镇魂街的边陲，周边崇山峻岭环绕，十分闭塞，连群英殿和林域都懒得过问，所以经常有恶灵出没，
加上这儿的人元神力普遍较弱，很难抵御外来的侵袭，所以看上去就破败一些。维洛，你知道的还真不少。哎，之前曹云斌跟我说你有情况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一般镇魂阶的人对灵峰阶了解并不多，要不是多年前我因为找水而来过一次，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我知道那些都不重要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没有发现，这里放眼望去，就只有我们3个人，门户大敞，无人看守不说，就连这街上也一个人影都没有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里就是灵峰街的中心地区了。看来这灵峰街也是不简单的。真的，这儿一个人都没有。这其中肯定有蹊跷，我们不能再这样慢慢看了，直接去将军府找他们镇魂将。就这儿，走。这是他们灵峰街镇魂将的家。没错，我之前来的时候就住在这儿。真大呀！姑娘，姑娘，这琴声听着很奇怪。他风族人善有机关，大家小心点。北洛，你看这香，剩的还不少呢。小杨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维洛，我没事。曹元兵，你怎么样？还好。不许动！
你们是谁呀？这个问题我还想问呢。看这些士兵的装束，应该是踏风族人。既然是踏风族的人，那就请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个陷阱是怎么回事？这锁神台又是怎么回事啊？闭嘴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提问？灵玉，你认识啊？将军，抓错了，这3个人误出了我们给石火王准备的机关。将军，严将军，今天我带2位朋友刚到灵峰街，误入陷阱。大胆入侵者，毁我陷阱，乱我计划。北洛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你跟他认不认识啊？灵玉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北洛，北洛师门。少跟我套近乎。本将军从未见过你们3位，请你们实话实说，来我们灵峰街到底是什么目的？算了吧，人家不想认你，说破嘴皮也没有用。不过，这也说明他们不认识我。看来群英殿的通缉令还没有发到灵峰街来，倒是少来桩麻烦。将军，我们3人并没有恶意，我们来到灵峰街，只是为了找到传说中的神镜——芦花鼓楼。给我锁上！哎，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话还没说两句，怎么就锁上啊？少啰嗦！你们这种不知天高地厚、妄图进入芦花鼓楼寻宝的人，我们见多了。母亲，先别管这些人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应对石火王。朗达，赶紧把机关恢复了。关上。是。他们说的这石火王是谁啊？应该是世仇。世仇？那看来咱们是卷到其他2个家族的纷争当中了。有可能。那么文虎色变，应该是打不过吧？母亲，光是恢复陷阱机关还不够，若是再像刚才一样被人误触，岂不误事？须得再派1人将石火王引来。朗达，去把赤玉拿来。快去拿。赤玉有什么东西？赤玉是最近黑市上炒的价格极高的一种珍贵药液。没错，喝下去之后能大大增强祭神人的元神力。母亲，将军，石玉到了。给我吧。收将军。少将军，叶若甫，你这是在干嘛？迎战石火王，你去的，我也去的。你疯了！给我拦着他！母亲，你怎么就是不能面对现实呢？现实就是你内伤复发，如今赤玉又被我喝下，我比你更有胜算。你说什么也没有用，赶紧给我带下去！我看谁敢！你们给我听着，今天必须是我去，因为我就是石火王要找的领路人，也是目前灵峰街唯一的领路人。正因为我是领路人，所以石火王就算我敌不过，他也不会将我杀了。石火王得了领路人，也不会再为难我们灵峰街。所以，此战我一人前去，足矣。简直是天真！石火王觊觎我们灵峰街多年，区区一个领路人，那只是借口罢了。可是母亲，等一下，将军，你们要打架，我可以帮忙吗？
你帮我？仔细想想，你的提议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。我允许你前往迎战失火王，迅速将他领到陷阱之处，切记不可莽撞。是，我这就将他抓来给你看。哎，怎么走了？我刚才说的可以帮你们是真的。将这3个人给我带下去，关进地牢。哎，我刚跟你说的，你没有听清楚啊！我说我可以帮你们，普通话听不听得懂啊？进去，走，进去。看什么？有话就说。北洛，你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做过什么对不起那女将军的事儿？捕风捉影，没有的事。那不可能。除了这个，我已经想不到我主动示好还被拒绝的理由了。你一个陌生人，人家质疑你的动机，怀疑你的能力，不理你很合理。那不理我是很合理，不理你合理吗？那我是陌生人，你又不是。哎，好了，你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夏玲，直觉审判。No No No， 根本不需要直觉审判。北洛已经把心虚这2个字写在他脸上了。连夏玲都看出来了，北洛，你就老实交代了吧，啊？说吧，是不是揍过人？揍什么揍啊？你以为你是拳击手啊？这肯定是一段忘不了、放不下、意难平的爱情故事。这个世界上难道就只有爱情一种故事吗？你有点想象力好吗？哎，不是我没有想象力，是你是爱情绝缘体，没有眼力。所以我拔刀速度快，开炮准头足。说你胖你还喘上了，你个母胎 solo 单身狗。说的像你不是单身狗。维诺，好了，你们2个不要猜了。事实上，什么也没有。不可能。算了，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，我说说也无妨。啊！但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跌宕起伏，只是一段很平淡的往事。8年前，我因为找水儿来到凌风街的附近，认识了这里的镇魂将严天月，还有他的妹妹严灵玉。兄长，哎，哎呀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你这是去哪儿了呀？你不是说出去几天采购吗？怎么一去了大半个月啊？严明信都联系不上你，你知道大家有多着急吗？阿玉，都是为兄不好，把严明信弄丢了，晚点向你赔罪。今天家里有客人。客人？来，北洛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贾美灵玉，这位是北洛师门，是为兄这次出门新结识的好朋友。哥，你就是因为这个人，在外面耽误了这么长时间吗？啊，其实他是什么身份来历？他为什么来我们凌风街附近？这些你都清楚吗？他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和目的？你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就带一个人回来啊！天月兄，他说的没错，是我不该贸然前来的，打扰了。哎，别，等等，阿玉，他是来找女儿的。找女儿啊！肩抬高一点，你动作要做准确、迅速，心里得憋着一股子劲儿，击刺得法，
气势连贯，不要软绵绵的，行吗？再来，停。蹲低点儿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连剑都拿不稳？不是让你用心练吗？我明明每天都练，很用心了。那说明你还不够用心。你身为祭神人，到现在都召不出守护元神来。如果你不继续努力增强你的实力，你以后在镇魂街能怎么生存啊？啊！又说这个，每次都是这句，烦不烦？不练了。回来。少管我！我知道你是舅舅带回来的客人，但是我这会儿心情很不好。这糖葫芦不是给我吃的吗？你怎么吃上了？本来是给你的，但我改变主意了，我想给你看个更有意思的，好不好？什么？这不算什么，我以前没有守护元神的时候也可以做到。刚才那样没有守护元神也能办到。在镇魂街呢，守护元神强大的确很有优势，但是祭神人的能力也很重要。只有你自己厉害了，你的守护元神才会变得更厉害，知道了吗？那我要变得厉害。你一定可以的。就这样，我在灵峰街逗留了1个多月，始终没有水儿的线索。于是我决定离开灵峰街。谁啊？灵玉。贝洛大哥，你真的打算明天就走了？不再多留些时日吗？之前跟天月兄来到灵峰街，纯粹是为了找女儿。既然女儿不在这儿，我想我应该离开了。其实，有些话我一直都没有跟你说。亡者不可留，逝者不可追。你就不能为自己多想一想，不要再执着于过去。也许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，不是更好吗？女儿是我的一切，我永远不会放弃的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，也没有见过颜灵玉，更不清楚她是怎么当上灵峰街的镇魂将的。深沉内敛，心照不宣。唉，这就是成年人的感情。曹元斌，我就说过吧，这肯定是个爱情故事。北洛，本来还想了解一下北洛跟这踏风族的渊源，没想到故事这么长。再不走，正事都耽误了。少将军去迎战石火王会去哪儿呢？寨门。你不是在地牢吗？为何在这儿？少将军别误会，咱们之前在地牢里见过。曹彦兵，我不是想逃跑。我管你是谁，警告你，不要乱来，否则要你的命。少将军，咱们有话好好说，不说别的，就说那石火王，我出手帮你解决石火王，你帮我领路，怎么样？我现在去找石火王，灵峰街一样没事儿。
我若同意帮你，跟同意帮失火王有什么区别？那区别可大了去了。首先，我为人就比失火王好100倍，我不会拿凌风街威胁你，我会好好跟你谈。你有顾虑我解决，你有条件我满足，实在不行我就求你到愿意为止。而且，我听说你们会喝那个叫赤玉的东西，这就说明对自身的实力不够自信呀。而我就不一样，我出场设置就厉害，绝对比你有胜算。我跟你说这些是在帮你。我呸！连我的锁神链都躲不过，还说要帮我？你先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吧。这个曹彦斌，把门锁都弄坏了，没跟咱俩说一声，自己就跑了，也太过分了吧？曹彦斌大概率应该去找颜若甫了。真没想到，颜若甫居然会是那个领路人。你说的颜若甫就是那个少将军。嗯，咱们2个在这也没什么事儿，帮忙去吧。好，走。你们在干嘛？想逃？3个人少了1个人，还有1个人呢？已经逃了。将军，我可以解释，这次我们前来凌风街，是为了找领路人进入芦华鼓楼，而我那位朋友得知少将军就是领路人，此刻应该前往去保护他了。你可以放心。将军，少将军，听你的口气，似乎是在怪我刚才没把你认出来吧？那将军的意思是，现在认出来了？要不然，我又为何独自前来呢？雷洛大哥。原来你之前已经认出来了，我以为你……你以为我明明认出了你，却还假装不认识，对吧？哦，怎么会呢？毕竟我们一隔8年没有相见，大家的容貌有些许变化，倒也正常。相见不相识，并不奇怪。那好，既然你我之间的误会都已经解除了，那我就好意思向你张口求助了。算算时间，失火王很快就到了。我知道，若甫是一定敌不过失火王的，所以我还想求你去帮帮他。那是自然，我那位朋友应该已经在去的路上了。不行，我不认识你那位朋友，我不相信他，我只相信你。凌玉，你别着急，我跟天月兄有救，而若甫又是领路人，就算你不开口，于情于理，我都不会眼睁睁看着失火王在凌风街乱来。不过，有一事我一直想问你：为何今日我没有见到天月兄，而且他们大家都称你为将军？莫非天月兄他已经……你别多想。兄长的事情说来话长，等解决完了失火王，我定会和你解释。只是眼下，应该是对敌要紧吧？也对，那事不宜迟，你现在赶紧把我跟夏玲的手铐解开，我们马上去找若甫。不行，我不能放了他。不能放？为什么？我不能把你们3个人都给放了，我需要留1个人来当人质。人质？对，没错，人质。这是在找我帮忙吗？你这是在威胁。雷洛大哥，我也希望你不要怪我，事关我们凌风街的安危，我必须得保证万无一失。既然我答应了帮你，必当竭尽全力。你选择相信我，又何必要这样多此一举？多此一举？
我倒希望是如此。可是如今世道险恶，这一别8年，我怎么敢保证你我之间的心肠还能如最初那般呢？灵玉，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早知如此，我宁愿你没有认出我来。那你的意思是不打算帮了？可以帮，但不是这么个帮法。啊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主意。我觉得现在大敌当前，我们不应该因为解决思路的分歧而导致我们聊不下去。要不然这样，你把我放了，把北洛留在这儿当人质，您看怎么样？你？我有守护元神李轩辕，我很能打的。啊，嘿嘿。人呢？踏风族的人都死了吗？颜灵玉，你们踏风族还是一点没变呢，依然这么贪生怕死，以为找个地方藏起来就能躲过一劫了是吧？做梦！你这何人？你不要住！知道。你们有的人一定在看着这边，那就瞪大你们的双眼，竖起你的耳朵，听好了。今天你们要是不交出领路人，我就把他的头割下来，你不要挂在你们的寨门上。你不要打我！还不开呀？不是吧？我直数3个数：1、2。住手！放开梅长老，我来和你打。我还以为是谁呢，这不是那个20多岁还召唤不出守护元神的少将军吗？你打我，打情骂俏的打吗？少废话！你现在放了梅长老，我留你全尸。少将军好生幽默呀！石火族跟踏风族也算是邻居，我可以替你母亲好好调教调教。大家是亲戚。千万别跟哥哥客气。少将军，快回去！你打不过他的，少将军，回去呀！你打不过他。梅长老，手挺软的。腿也不错呀，哼！
子玩腻了，就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，跟你们踏风族一样，就只配做个缩头乌龟。你这个强盗，有什么资格说我们踏风族？我是强盗。当年恶灵入侵灵峰街的时候，可是我们食火族冲在最前面，你们踏风族却只敢躲在我们的背后苟活。这些年发展的不错呀，我只是拿回原本属于我自己的东西，有错吗？强词夺理，明明是我母亲守护灵峰街到最后。强词夺理，我可是连刀都没出鞘，就把你给打趴下。你拿什么跟我讲道理？你只是你母亲的小公主而已，镇魂街的道理，你根本就不懂。萧将军，怎么样？你们踏风族的人就是会搞偷袭。什么偷袭？我这叫正大光明的救人，欺负女人男人最没有本事了。要打跟我打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在啊。你也逃出来了。也，曹元斌，他没来救你们吗？是这样的，是你母亲把我放出来的。她听说我的守护元神很厉害，让我来帮忙。你们这帮寄生人仗着守护元神厉害就狐假虎威，不要你们帮，我自己来。你不说你守护元神很厉害吗？还装什么？快叫出来啊！不是你说别狐假虎威的吗？再说了，我有守护元神，怎么了？要叫你也叫呗，又不是没有。你还真说对了，他就是没有守护元神，揍他都嫌麻烦。闭嘴，油腻男！女生说话你别解岔。少将军，你的锁神链还真难解呀，可花了我不少时间。等打赢了这个丑八怪，记得帮我领路哦。领路？原来你就是领路人。好啊，严灵玉派你来，就是料定了我不敢杀你是吧？他的算盘打得真精啊！对不起，他不能跟你走。敢跟我抢人，你又是什么人？你见过有跟死人做自我介绍的吗？你只需要知道，接下来的对手是我就行了。可以，跟你打，但不是我，是跟他。就让你见识一下魔无形的厉害，沙罗曼达！
你若是放心不下，可以出去看看。不过最好带上我，万一有需要，我还可以帮上一把。怎么？你想出去？你担心你的女儿，我担心我的同伴，为什么不想出去？恐怕你借口担心是假，想和同伴会合才是真吧？到时候，他将你手上的锁铐一解，你们若抛开石火王不管，掠走我家洛福，那我岂不是……你怎么了？怎么脸色这么难看？我没事，跟你无关。你这是干嘛？看起来你的内伤不轻，暂时先这样缓解一下。不过我可以运转的元神力有限，需要些时间。如果像这样，在锁神链的控制之下，你还要强行运转元神力的话，恐怕对你的身体不好。没关系，你的伤比较严重。你真的不会怕吗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我和我的同伴会对凌风界不利。不过信任这种东西是保证不来的。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等我帮你疗完伤之后，我们一同前往。到时候，就算我和我的同伴有任何异动，你也有能力一战。好，我信你一次。叫你们的守护元神，快！权杖妙才，出战！武功有何吩咐？武神曲，哼，有意思。沙罗曼达，撕碎他们！
看到了吧？你们的人五行在我的魔五行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。沙罗曼达，了结了他们！老虎不光！ 曹彦兵被人踩在脚下的滋味如何啊？你是谁？我是能帮你的人。怎么帮我？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你如此弱吗？那是因为没有杀心。哪怕是被人踩在脚下，哪怕是你所会最在意的朋友，他们的生命受到威胁，你都还没有动过真正的杀心，你弱爆了。杀心？还记得你怎么从千机黑叉出来的吗？如果我动了杀心，会怎样？就交给我好了。哇！沙罗曼达，干掉他们！我是你的主人！不要啊！快到别处玩去吧。去体验一下美妙绝伦的自由。
呦！传阅兵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样啊，快点！从这种重重金刚之名，两王动中人时，左右周水魂身随相应三天回出门，他上进行怒判。夏玲，曹元兵他怎么了？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他应该是被反噬了，而且比之前更严重。反噬？三两句话说不清，赶快带他去疗伤吧。好，若夫，你赶紧把客人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疗伤。是，母亲。一定是主人。可是明明……别再回来找我了。难不成主人其实一直未曾湮灭，一直在这个世上？跪下！你可知错？女儿不知。你想逞英雄，竟然不惜假冒领路人去和石火王拼命，这还不叫错？我不装，难道要告诉石火王，其实我们凌风街的领路人已……住嘴！你还敢说？要不是我找人替你收场，你早就身首异处了。我知道，你就是嫌我没用，什么忙都帮不上。你简直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那3个人是杀了石火王不假，可是我们也欠了他们人情。你别忘了，他们也是想找领路人去芦花鼓楼。你让我现在该怎么做？这有什么难的？不给不就行了？不给？你真的以为就这么简单吗？你忘了方才好好一个房子瞬间变成废墟的样子吗？如果真的拒绝，你敢保证那栋房子就不是我们的下场吗？5年前的灭族之祸，我们已经经历过1次了。我不想再冒任何一点险。这一层，我确实没有想到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啊？你先起来。刚才有受伤吗？并无大碍。你不要再管了，后面的事情交给我来解决。母亲，又是我不用管了，难道我真的一点忙都帮不上吗？你要真想帮忙，也不是不行。就这么简单，这样做有什么用啊？不必多问，去做就好了。是。曹彦斌，终于见面了。你是谁？我说过了，我就是你。
如果说你是我，那为什么之前我没见过你？你还记得镇狱童子吗？数千年前镇压过一股魔气，那是魔尊殒命后残留的一部分力量。什么魔气魔尊，什么鬼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你没关系了？镇狱童子正是因为对付你，才阴差阳错打开了封印，将魔气一散而出，侵进你的身体，进而寻到你心中最黑暗之处，画出了我这个模型。你是我画出的？不错，我正是你元神的暗面。你想做什么？当然是和你一起称雄，给你无上的力量了。力量？什么意思？难道你忘了吗？方才可是我帮你灭了那个食火王的。不要啊！我还小小的展现了一下我的力量。那栋被炸毁的楼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太凶残了，没人性！这种力量我才不稀罕呢！居然说我没人性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又不是人，要什么人性？况且，又不是我让那魔兽咬掉了它主人的脑袋，而是你。怎么可能？你少造谣了！你再仔细想想，要是你不动杀心，我根本施展不了力量。我的一切行为，其实都是由你来决定的。曹彦斌，这里是镇魂街，只有拥有绝对力量的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所求。想想你的母亲吧，芦花鼓楼可不是那么容易挑战的，仅凭你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够。你需要我，也只有我才能帮你。好好考虑。曹彦斌，欢迎你随时唤我出来。记住方法，杀心。茫茫风度中，重重金刚山，灵宝无量光，洞照颜值凡。九幽诸罪环身随香云帆，定会青莲花，烧身神永安。茫茫风度中，重重金刚山，灵宝无量光，洞照颜值凡。九幽诸罪环身随香云帆，定会青莲花，烧身神永安。灵宝无量光，洞照颜值凡。九幽诸罪环身随香云帆，定会青莲花，烧身神永安。我都已经念了10遍安魂咒了，他怎么看着还是这么虚弱？他这样算是没事了吗？以我以往的经验来看，他要安全醒来才算没事。他这次比上次有反噬更严重，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你刚才说他这种反噬在上一次千机黑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那他上一次有没有像今天这样力量强大到不可思议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，我是第一次在战斗过程中看到他被反噬的。那样子，真的太吓人了。还好控制住了，不然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进来。他怎么样了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你专门来看他？我听母亲来传话，说你们替踏风族除掉了食火王，劳累一番，母亲特在家中设宴，请北洛前辈前去一叙。你母亲请我？只请了北洛，那我呢？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只知道母亲想为白天的行为向北洛前辈道歉。哦，我懂了啊！白天你们是有点误会，我再不合适，你去吧，我在这陪他。母亲还说，他们喝酒聊天，怕你嫌闷，让我带你去临风街逛逛，好生招待。你想不想跟我去？他在这很安全的。行，听你的，劳烦了。
奉命行事而已。走吧。来，我给你斟上一杯。来，北洛大哥，之前呢都有得罪，这杯酒呢就当我赔罪了。事情既然已经过去，不必再提。那行，那我们就共饮一杯，庆祝凌风街转危为安。好。你试一下这些菜吧，这些都是你当年喜欢吃的。来，试一下。谢谢。我记得这些鲜花瓶，曾经是天月兄的最爱。我之前在牢房的时候问过你，你一直欲言又止，说晚些时候再向我解释。他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我兄长近些年得了重病，他已经很少出门了。得了重病？什么病？全都是恶灵给害的。5年前，我们凌风街遭到一个恶灵军团的入侵，当时族里面的人死伤大半，差一点就灭族了。我兄长十分自责，加上对我们踏风族的未来甚是忧虑，本来他就身负重伤，所以就一病不起。而这些年，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根本就难以问世。我这才不得已的当上了代理镇魂将。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我能不能见见他？北洛大哥，你和我兄长相识一场，牵挂他，并且还想探望他，我真的很感激。不过，兄长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昏睡，而且行动也不便。就算你去见了他，估计你们也没有办法相谈叙旧。我看还是别见了吧。其实也不是非要交谈，我去见上一面便可。那行，我看看兄长情况，如果近几日他精神状况稍微好一点，我就带你去见他。好。来，再喝一杯，我给你倒上。谢谢你啊，这种天气还陪我出来逛。哎，这儿可真美啊，还好没被食火王抢去。行了，知道你出了力，一会儿你想吃什么，请你吃便是。我不吃了，我都吃撑了。你不嫌招待不周就好。我觉得招待特别好，你知道吗？我大学毕业之后，很久都没有像这样悠哉悠哉的逛吃了。哎，那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去看看吧。歇歇脚吧，一直逛不嫌累啊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有没有受伤啊？你看伤势了吗？我完全没事儿，不用你管。我今天看到食火王一个剑气把你震出好远呢，你确定没事吗？要不要我叫李轩辕给你看看？我的守护元神李轩辕，他不仅会打架，而且他还会炼制丹药呢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没多想就。其实我也是不久前才召唤出守护元神的，这事我挺有经验的。要不然你跟我说说，看看我能不能帮到你。老板，来壶酒。你跟我说说吧。再来2个小菜。你就跟我说说吧，反正不用。我唤不出守护元神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你也别那么生气，我就是想关心你。不用你的关心，我知道，你之所以对我这么热情，就是因为我是领路人，想让我帮你领路罢了。假惺惺的，我不吃这一套。我真情实感的关心你，你说我假惺惺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不来这儿的话，你根本不可能坐在这儿。我。看看这个，来，
谢谢。下去吧。我那是一时大意，再比一次，我一定不比你差。跟我比，你是打酱油瘾是吧？我可不奉陪。不比拳脚，比酒，敢吗？来，来，再喝一杯。是我，好，是我，你快喝了。是我，你喝，早渴了。来，今日我们不醉不归。林玉，其实今天来，我是想向你解释清楚原委。我们3人要去芦花鼓楼，其实是为了救人。救人？对，我那个昏迷不醒的同伴叫曹彦兵，10年前他的母亲进入芦花鼓楼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，所以无论如何，他都要进到鼓楼救出母亲。至于夏玲，他的父亲曾经是镇魂将，10年前死了蹊跷，所以他要进到鼓楼调查清楚。那，你呢？我自然是为了水儿。水儿？你女儿吗？你找到她了？找是找到了，但是3个月前，我遭到奸人迫害，水儿也受到牵连，元神破散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听说芦花鼓楼里面有一个叫蓬莱的秘境，其中含有神之力量，而且能够净化污秽，有回春万物的功效。所以我就在想，我能不能进到鼓楼里面，利用这种力量救回水儿。林玉，我们3人进那鼓楼，都是为了至亲至爱之人，我知道你一定能明白的。所以，在领路人这件事情上，我希望你能够出手相助，让若夫帮我们领路。这是必然的。这件事情要是换作是我也一定会不顾一切代价进入鼓楼的。你放心，明日我就和若夫去商议此事。不过今天晚上我们就好好喝酒叙旧。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好。我真是不能理解，你酒量这么差，你还拼什么酒啊？哎，小心一点。我没醉，我还能喝，拿酒来。颜若夫，你是不是不逞能憋出什么大病啊？哎呀，水，我要喝水，到底是谁招待谁呀？我要喝水。我给你拿水，来了。我再敬你一杯。林玉，我看今天都喝得差不多了，你也累了1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贝洛大哥，咱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了，干嘛这么着急走呢？我跟你说，我府上好酒可多的是，你别跟我客气。今天啊，不醉不归。来，你呀，别跟我客气。这杯呢，我就先干为敬了。林玉，我记得你有内伤在身，你喝那么多酒，我怕你伤势会加重。今天还是点到为止吧。我一个女将军，哪这么娇弱？没事的，更何况今天是遇到故人，所以啊，我们今天必须是不醉不归。接着喝，来。好。怎么了？哎呀，抱歉，我出去一下。哎，
贝洛大哥，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可能是岁数大了，酒量有点退步。我马上回来，你等我一下。贝洛大哥。曹元兵呢？在房间吗？肯定在房间吧？你喝完酒了？这么快叙完旧了？先别说了，进去看看。啊？看什么呀？你不是说要看什么东西吗？看着没？先关门。啊？关门。什么情况？尊圣主之际，以无懈为美，弃地狱，换六道；以无懈为美，弃地狱，换人道。尊圣主之际，以无懈为美，弃地狱，换六道尊出去。天狐，您真的还在这个世上？天狐终于又见到您了。几千年都过去了，你这小狐狸还是那么爱哭。看来你还保留着当初我留给你的玩具。我记得您说过，这面小镜是用补天石的残片制成的。它虽不如顽石一般有泥和天裂、起死回生之效，但是我想着，它或许能将你唤出片刻。确实是只有片刻。待会儿记得再把我送回曹彦斌的体内。天狐记住了。可是主人，您为何在曹彦斌体内？您不是应该在当年那场大战之中湮灭了吗？湮灭？没那么容易。当年大战虽败，
但我却留下残气，游荡于世间。历经千年，吸收天地之髓，终于在800多年前重新变得强大，却不想再遭封印，被那镇狱童子镇压。但就在不久前，曹彦斌这小子从天而降，不仅让我得以重见天日，还因为他的武神躯，我多了一个栖身之所。原来您就有这般遭遇，难怪曹彦斌会如此厉害，竟然是借助了您的强大力量。但更妙的是，曹彦斌他居然想去芦花鼓楼。你可知道那芦花鼓楼里面有什么？我听说，那里面有个蓬莱，里面有着至高无上的神之力量。那你可知道那神指的是谁？那力量又归谁所有呢？难道是？当年我肉体虽亡，但我力量的核心却难以化灭，被锁在那蓬莱秘境当中。如今我既已化形，我要彻底侵蚀曹彦斌的心智，夺取他的躯体，然后再取回蓬莱当中的力量，我便可以重新主宰世界。什么？您说的是真的吗？我没有听错吧？我又什么时候骗过你呢？那您需要我做什么？天狐一定肝脑涂地。暂时，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以后再说吧。主人，其实曹彦斌前往芦花鼓楼，并非是巧合，而是有人故意指引。有人指引？什么意思？那人名叫黄甫龙斗，虽是人类，却是镇魂街100年难遇的强者，有着颠覆灵界的野心和强大的实力。他想获得芦花鼓楼里的力量，这才将曹彦斌引去。我怕他到时候乱了您的计划，需不需要我将他？天狐，你知道这世间最有趣的是什么吗？是看戏。看别人苦心孤诣，设计精益，到头来却为他人做了嫁衣，难道说这场戏不精彩吗？这世间太无聊，得找点乐子才对。你说呢？乖，我会再来看你的，小狐狸。主人，主人。主人，我这次可以将狐狸耳朵变没了。不错，这次变得非常好。小狐狸，主人还有正事要做，你先去别处玩吧。主人，这次大战，请带我一同前往。我已说过，不用你去。我知道自己年纪小，力量弱，但是我想为您拼死一战，我也想保护主人。啰嗦。主人，小狐狸，我会再回来找你的。主人，主人，
不管您需不需要，我都一定会帮你。什么？你说严将军故意支开我们，是为了对曹元斌？确定吗？我也只是猜的，本来打算晚上少喝2杯就回来的。但是颜灵玉，他非要拉着我，就算是忍着内伤，也要跟我一醉方休，就像是在拖延时间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所以就设法早点脱身回来了。希望是我多想了吧。我觉得是你多想了吧。不过我们刚到凌风街，就跟踏风族的人结下了梁子，你难免警惕一点。但是看到他现在没什么事，我们也不要乱猜忌，以免冤枉了好人。有道理，可能是那么多年走南闯北，警惕惯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跟严将军喝酒，有没有提正事儿？你说领路人提了，非但提了，而且我还跟他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去芦花鼓楼。他倒是没有推脱，很爽快的就答应让颜若扶为我们领路。这就答应了，没提什么条件？条件没提条件啊。可能是我们帮凌风街搞定了石火王，他投桃报李，也算是人之常情。No， 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觉得颜灵玉他是表面对我们热情，其实对我们另有所图？图的还不小。结合他今天晚上极力挽留你，我严重怀疑他的目的是图什么？图你！真的，我觉得他是图你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真的是这么认为的。其实我已经分析过了。你想他，你别赶我呀！他贵为将军，其实他什么都不缺了，而且长得好看又不缺钱。你说他缺什么？你说他的人生缺什么？只缺觉，早点睡觉，别下酒。哎，那我再说一个，就一个，认真的。说。是这样的，今天曹元斌虽然帮助大家击败了石火王，但是他摧毁了一座房子，并且样子也挺可怕的。将军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是我觉得族人对我们是有很大意见的。哦，你看今天那个邵将军来了以后脸多臭啊！我提议我们一起帮助大家修房子，缓和一下跟族人的关系。这话说的还在理。而且你还可以在女将军面前好好展示展示。我其实还有一点别的创意可以给你说，你要不要听听啊？那就这么定了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，晚安。不知被谁袭击，昏了过去。你觉得这个理由像话吗？属下不敢欺瞒将军。属下今早醒来就发现被人打晕了，扔在院里，确实不知是谁下的手。北落师门，应该不是，属下也怀疑过他，所以方才借口送早点，去试探了。他和那个叫夏琳的姑娘，并没有什么异样，应该不是他们。如果不是他们，那还会是谁呢？将军，不如属下今晚再去一试。不可。昨晚是因为曹彦兵重伤昏迷，北落师门和夏琳都没有防备，我们才有了胜算。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你传我命令，明日我要设宴，款待客人。您这是何意啊？要解决对手，未必就得打打杀杀。你照我说的安排下去就好了，到时候你自然会知道的。是。
夏灵，北洛，人呢？这话可不敢这么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你看人长什么样。老板，来顿包子。哎，好嘞啊，稍等。来。给您了，给您。脏了。啊！我去给你换一下。多少钱？哦，不要钱，不要钱。为什么不要钱？好吧，好吧。你不会说话？好吧，好吧。你刚才不都说的好好的吗？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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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吧。好吧，好吧。这夏灵北洛在哪儿呢？哎，钉子。哎，在这儿。好。哎呀，我们干得不错啊，一上午进度喜人啊。啊，你们俩怎么在这修房子呀？我快饿死了。他醒了，你怎么样？感觉难受吗？我除了现在饿得有点难受，我还有什么难受的？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需要记得什么？你们俩说话呀！刚才过来是林峰街的人，看我就跟见鬼了一样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修房子吗？他昨天被人炸了，你干的。我干的？嗯。那怎么可能？我昨天……哎呦，相公，你快来！咋了？你看是不是那个人？把咱们房子推倒那个？就是他。我昨天在这儿打的狮吼王。没错，你昨天在这儿打的狮吼王，在战斗过程中，你又被身体那股力量反噬，而且比之前更严重。然后你就把这栋房子给炸了。不过没事，你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我们到时候去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，踏风族的人不会真的怪你的。我怎么叫不正常？我被反噬不还是为了帮他们解决狮吼王吗？
那是没错，但这房子也是你炸的呀。这样，你亲手把这儿修好，咱们去跟人道个歉。道歉？我凭什么要道歉啊？昨天我救了踏风族，我救了林峰街，再不济也是功过相抵，让我去道歉算哪门子道理啊？哎，你们两个，不是，这是什么反应啊？我有说错什么吗？这只是一栋空房子，又没有人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这石火王现在可是要屠他们街的，而且这踏风族的人也是，他们不谢我也就算了，还在背后指指点点，简直是没素质，不识好歹。怎么，说实话也不行吗？踏风族的人就是不识好歹，没素质。你再说一遍。好啊，亏得我母亲还让我来转达，说明天要设宴感谢3位。没想到踏风族在你眼里就是这么不堪，那你倒是走啊，留在这儿干嘛？少将军，我留在这是为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要不是看你是领路人，我现在就不是跟你吵架，而是打架。好啊，打就打，谁怕谁啊？我当然不怕了，我怕你怕我。你们都冷静一点，有话好好说不好吗？没你的事。就凭你那3脚猫的功夫，昨天要不是我，石火王早就把这一锅给端了。你菜也就不说了，还没有自知之明。我好心好意说要出手帮忙，你把我锁在那儿说我吹牛，现在呢，打不打脸啊？哎，曹云，你别说了，越说越过分了。你解决了石火王又怎么样？我看你跟石火王就是一路货色，石火王还没炸房子呢。我看你要是达不到目的，只会比他更坏。少将军，你这么说就离谱了，有点过分了。我是好是坏得看对谁。我现在对林峰街自然是好的，那日后可就说不准了。毕竟，未来的镇魂将是你嘛。你，哼！你是不是不嘴贱？你会死了你！少将军，本来就是这样的嘛，打嘴仗当然不能让。少将军，你别理曹元斌的，他这个人就这样，说话专挑难听的说，但实际上心里不是这样想的。你们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配合倒是挺默契。既已经得罪了我，就不要再来讨好。你之所以追过来，不就是还想着我要给你们领路吗？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？虽然曹元斌今天说的话大部分是错的，但有一句话是对的，是我们救了你，别人对我们什么态度我不管，至少我们不欠你的吧？是你们救了我，我在这里给你们道谢了，满意了吗？我不满意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这是道谢的态度？这就是我道谢的态度，你爱接受不接受？我不接受。我告诉你，你要不然别谢，你要是想谢的话，就认认真真看着我的眼睛，好好说声谢谢。我不。想让我好好谢你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有个条件。条件？我们俩好好的打一场，不用守护元神。你怎么又想跟我打呀？昨天不是已经拼过酒了吗？你醉成那样，连扶都扶不起来。昨天的不算，我们真刀真枪的打一场，你敢不敢？你到底为什么这么想跟我打架？我得罪你了？不敢就直说了。有什么不敢的？谁怕谁啊？好，那说好了，明天傍晚，灵峰山山顶。那个，要帮忙吗，北若？你要是以后没那么冲动，我们就不用这么忙了。不是说了吗？这又不是我故意的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不是这个，那是什么？多了。比如你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，你时刻面临着魔性力量反噬的风险。你一个人偷偷跑出牢房，一个人面对石火王。像你这样接近于零的团队意识，在部队里是要被狠狠批评的。哎呀，我情况不一样，我是镇魂将，这么多年一个人单兵作战，一个人战斗习惯了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你有同伴了。
不是说要帮忙吗？还不快点！行，那既然是同伴，教教我呗。挑钉子会吗？啊，来。啊，行。那你帮我扶着，我来钉。给。曹元兵，你身体里的这个力量还是要当心。虽然颜若甫说你像石火王，说点夸张了，但也值得你警醒，不要到时候真的被魔性反噬，做出一些不可挽回的事情。怎么可能？颜若甫那个人是乱说，危言耸听。没错，他就是性格有问题。他是属刺猬的，逮谁扎谁。夏小姐可算是理解我了，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赔个不是？你是属狗的，半斤8两。夏琳，你怎么说话？你说你到底是跟谁一边的？哎，行，先修到这儿吧，回去吃饭，吃完饭回来接着修。走。我是很饿，没错，但是夏琳，你也要搞清楚到底跟谁是同伴。好了，你没有这斗嘴的时间呢，好好想一想怎么对付这个领路人，这才是正事。我提一个总方针，曹元兵少说话。什么叫我少说话？你才该少说话。你少说话吧！我跟你说，要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要去哄那个少将军了。你是要人家当你领路人的，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那就怪我，那石火王还是我打的呢。哦，石火王是你打的，那你去把上官月打。我要不是他在打，人我早就完了。请进。母亲让我来问，明天的宴席你有什么忌口的？没有。我这个人很好相处的，什么都不挑剔。我都回答完了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明天就是我和你的比试。我知道啊。你都不问问要比什么吗？不是打架吗？我知道啊。哎，又生气了？明天一定要打赢他。算了，人家已经主动提出让你关心一下比试内容了，你好歹也要配合一下，求人要有求人的姿态。少将军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少将军，您这又是何苦呢？我生来就比别人弱，所以更加不能偷懒。我不想被别人看不起，看不起到觉得随便打打就能赢。好，那让朗达陪您吧。好，那你帮我看看动作。这么晚了，你不能放我去睡觉吗？拿着，今晚颜若甫不睡，我不睡。啊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
浪达，要不你陪我打一场？邵将军，我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明天你还得给客人表演呢。表演？什么表演？其实我是顺道替将军给您带个话，明日宴席有贵客在列，要您表演节庆式的舞蹈。什么？母亲让我给他们跳舞？卓绝，惊为天人呐！是啊，邵将军平日只会在节日庆典才会献舞，加油！今日啊，算是为那3位破例了。嗯。流行让小孩表演节目，人类的习惯还真是差不多。来，我敬3位一杯。石火王自立为王，这么多年时不时的侵扰和掠夺我凌风街，这次更变本加厉的欲对我们屠街灭族。你们此番将石火王一举消灭，实在是帮了我大忙，感谢。将军，这是我族对3位表示的感谢。将军，你这实在是太破费了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这么多灵币，待会儿就小亮不得开心死啊！我罗刹街终于也富起来了。将军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但石火王一事你已经投桃报李，答应让邵将军为我们领路，所以就不必再破费了。不错，我出手解决石火王也是为了领路人，将军只要答应让邵将军领路即可。曹兄弟，可能你初来此地还不太了解我们芦花鼓楼。鼓楼作为传说中神明的居所，其中凶险莫测，数千年来，凡是想进入者，从来都是有进无出的。有进无出？没错。即便如此，3位还是执意要进去吗？在绝对危险面前，知难而退其实并不可耻。我相信，如果你们的亲人要是知道了这个情况，一定也不希望你们为他们冒险的。亲人？
看来将军已经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进鼓楼了。啊，韦洛大哥大致都和我说过了。那既然已经知道了，想必也能够理解我们一定要进入鼓楼的心情。方才将军说芦花鼓楼有进无出，那就让我们来成为那第一批从鼓楼里出来的人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隐瞒三位了。其实我族自古以来都有个规定，凡是想进入芦花鼓楼之人，都必须先经历先祖设下的试炼，只有通过试炼之人，才有资格由领路人带着进入鼓楼。我之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试炼？韦洛大哥，你之前来我们灵峰街，也未曾说过你想要去鼓楼啊。那没有通过试炼呢，会怎么样？祖命不可违，恕我就帮不了三位了。试炼自有风险，生死由命，是否参加，我希望三位还是考虑清楚。将军，我想问一下，10年前的那批人，他们也经过了试炼？那是当然。好，既然这次试炼是你踏风族传统项目，那我尊重。10年前的那批人能够通过，我们没理由不能。我参加。我也参加。很好，我非常欣赏三位的意志和勇气。那行，这试炼呢，我就定在明日了，期待三位的表现。将军，我还有一事，如果我们通过了试炼，将军能保证让少将军一定为我们领路吗？